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今天要讲台湾指甲店每年固定的淡季呀。这个主题太难过，所以我们邀请了阿呆呆和我们一起来谈淡季这件事情。谈到淡季啊，当然是由你宝贝来讲最有资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2008年经营到现在，总共12个年头了。我们专业在指甲矫正、天然精油产品以及专业的指甲教学上面讲这个议题刚刚好。本频道由你宝贝指甲独家赞助播出。このチャンネルはナバビーネイルが独占的にスポンサーになっています。台湾美甲业的淡季是什么时候呢？最大的淡季是每年的5月到6月之间，它是传统服务业的淡季。第二个淡季是在10月到11月左右，那个是百货周年庆导致的影响。最惨烈的淡季当然是5月份的淡季啦。5月份的淡季影响最大的是上班族会消失。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台湾在每年的5月份的时候是缴交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所得税的金额大约是中高阶上班族1个月的收入左右，所以非必要的消费会大量萎缩，甚至呢给孩子的金源也会大量萎缩，这导致了学生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学生族群呢，因为来自爸妈的金源变少了，以及呢打工兼职的工作收入呢，也会因为这样子而降低。第三点是接近每个学期的期末考的时候，各类大考呢也进入冲刺期，所以这个时候学生族群也会不见。没有了上班族跟没有了学生之后呢，接下来服务业也会跟着不见，因为呢，其实服务业主要服务的还是服务业啊。由于整个社会的额外消费都萎缩了，服务业来说呢，我们预期的奖金、预期的收入会减少的情况之下，会直接冲击到中高端的消费市场。所以啦，这使得我们5月份会面临很严重的淡季。我们来看一下5月份淡季整体的消费状况。根据我们过往不准确的统计数字高档的服务业呢，消费应该会下滑1半左右；低档的非必要消费呢，应该会下滑1/3左右。5月份的淡季通常要持续到7月份的发薪日才会恢复正常状况。所以说5穷6绝，真的名不虚传啊。那对于指甲店来说呢，美甲业就是属于奢侈性消费，所以一般美甲业的业绩应该会萎缩1半左右，这也会导致美甲工作者的收入也会减半，所以很多业界的美甲师这个时候的收入可能还不到2万元，而且这个时候也是美甲客户大洗牌的时候。那对于我们你宝贝来说呢，因为我们都是矫正客户，所以老客户完成之后呢，本身就会自然的流失。在5月份的这个时间，新客人流入的量会减少，让我们来不及回补，所以会有一点空窗期。过去的经验大约会萎缩1/3左右的营业额。那么5月份淡季因应的策略与方法，通常在5月份淡季的时候，我们就刚好排假出去旅游。像我录片子的下一个礼拜就是我跟佩吉排长假出去玩的时候开心的嘞。所以说通常来说5月份淡季的时候，我们就是休假、进修或者是准备新的作品。当然，如果说你是一般的店家，我们会推荐你可能提前2周就要做广告，提高淡季新客户的流量。那由于比较闲，所以我们有时候还会带宠物一起来上班像录影片的今天下午就有小胖来上班，晚上有阿呆来上班。那5月份的淡季它基本上时间长，而且复苏也比较慢，所以要提前做好长期的安排。长期的安排是什么？就靠每一个人自己的自由心证跟规划啦。那接下来我们来谈11月份的淡季。11月份的淡季呢，主要是来自于百货公司周年庆的影响，它会吸引大量消费者去购买百货公司的产品，而且呢，逛百货公司也会侵蚀客户可以来做指甲的时间，所以多多少少会压缩到服务性质的消费。在我们过去看周年庆的状况呢，11月份是属于消费形态的转移，整体社会的购买力基本上是十分强劲的。再加上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时间基本上错开的，从10月到11月都有，所以啦，它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影响呢是又缓又慢，不用太担心的。
那11月份的淡季因应策略与方法有哪些呢？根据过往的经验营业额大约也是掉个1/3左右，原因当然是消费者的预算被百货公司侵蚀掉了。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会以维持现有客户为主，那这个时候呢，打折啦、促销啦，其实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大家多余的预算都拿去百货公司啊。不过11月份的淡季有个很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手部跟脚部的保养产品市场会大大衰减主要是跟百货公司冲突到。另外呢，高价设计款的指甲也会因此而减少。不过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一波的不景气回弹得很快，到12月份的时候又回到了做指甲的景气期，所以这个阶段其实还好的。那么如果说今天11月份的淡季你不想遇到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提前宣布和百货公司同步一起来玩周年庆，这样子的话，客户就会把做指甲的预算先规划出来，让他拨一些预算在做指甲范围之内，这样就可以避免11月份的淡季了。台湾美甲业淡季时间的结语了。根据我们开业这10几年来的经验，淡季是每年都循环的，没有一年有错过。不管是5月份也好，或11月份也好，基本上影响的程度跟时间的长度都差不多。所以，身为指甲店就应该要尽早规划策略与方案，好让你呢可以顺利的度过淡季引发的冲击。进入美甲业10多年了，我们也累积了很多台湾当地美甲行业的一个应对策略跟知识。如果说呢，你是美甲同行，而且在5月份或11月份遇到了景气循环而有困难的话呢，不用担心，可以留言问我们该怎么办，甚至呢也可以联络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商量出一些合作方法，好让大家可以一起度过美甲业固定会面临的2次淡季的循环。Ben Pindao Yumi Bao Beiji Jaw to Jaws and Zoo Bochu。淡季通常要持续到7月份的发薪日才会恢复正常，才会恢复。5月份的淡季一直到7月份的发薪日才会恢复正常。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咯，我是亚瑟，他是阿呆，这也是你宝贝的频道。如果说各位有任何想要讨论的或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处留言和我们聊天哦。大家拜拜。